为什么没有味道？然后也咬不太断，然后拿出来是他的脚皮。啊！哎，很恶我看到他犯累那一秒，我真的后悔，我彻底后悔，我不应该跟他玩这种东西。大家好，我是谁啊？欢迎收看第一届的情侣抱怨大会。对，第一届。对，真的。我跟超翔同居2个月嘛，那其实这2个月也有发生一些很讨厌对方的事情，然后想要抱怨一下。那他们2个同居快2年了，应该不少东西可以抱怨一下对方吧？所以哈，我们准备好了。我现在想不到要抱怨你什么哎。我那么完美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来抱怨，好，他每次打喷嚏，都很大声。哦，上次你有录音，你在录音跟我讲话，然后后面就哦，对耶。对，很臭吗？有时候会飘到你的鼻子前面，因为他没有遮。No，我跟你讲，这是什么样的概念？其实我今天在外面，我在路上或者在餐厅里面，我打喷嚏一定是这样子的，一点声都没有，没有，不会到，不会到这样子，但是呢，一定会尽量减少声音。但是我今天如果在家里就是一个哇，我要放松，我要做自己，没有任何拘束的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理所当然，我可是没问题吧，没毛病吧？可是我闻到了。你选择要来我家住，你就是要必须承担这些，而且我现在也有改善了，就是我们情侣就是讲求互相包容嘛，对，包容跟习惯，对啊，所以我现在已经是声音不能改，但是我尽量已经把那个味道阻隔掉了，遮住。对，有的就是我会就遮住的，可是还是哇唰，对，它是哇唰，谁打喷嚏会哇唰这样子，比较带一点法国的风情，哇唰，哇，我说，而且我觉得正常的喷嚏应该是有一个预备的，这样子对不对？有啊，他没有那个，他是哇唰。我把的那个声音直接累积起来，后面一次蹦出来。你知道这样收下来会就是你每一次打喷嚏，它就会继续累积它的能量，它某一天就爆炸。我跟你讲，但是我真的要站在收牙这边。哦，我爸他以前开车的时候，一开突然，我爸还会骂脏话。然后我们就全部人准备下棋。我在家打喷嚏就是跟超强一样。真的假的？但是你们是很近打喷嚏吗？不是，我不会这样拉过来，没有，因为它旁边就是一台风扇嘛，那可能好死不死，就打进那个风扇，我就坐在后面的沙发就飘过来了。细细的雨滴打那个，下雨了吗？漏水。对，但是我觉得他现在有点改变，就是会打在手上，然后会先秀给我看，他就说我的战利品。我说你看，你没有闻到味道，对不对？都在这里。好，来，我们可以指向你们要停的那个对象。好，3、2、1，耶！你知道为什么贝拉头超强？因为贝拉就是直男，他一样。可是我不是直男呢。你不要看她长那么漂亮，她就是她平常穿头发就这样子，然后穿 T 恤，然后她喝啤酒就这样子喝一喝到，不是因为啤酒会有气吗？对啦，贝拉可以当好看。我觉得你可以直接讲，他每次拍片，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打一个很大的嗝，连雨婷都叫他大青蛙，因为他的嗝就像青蛙一样。如果他今天可能喝了一些比较有气的东西，它是一个有爬梯，对，就是会变速的。因为我太常抱怨他喝酒打嗝，他最后喝酒他不怎么会打嗝，因为他怕被我骂，他变成喝水打嗝。跟他们的体质是一样的，就是不管怎么样都会打嗝，呼吸这边就会很多气，就是我们真的，你只要喝东西进去，然后对不知道怎么样，它就会一定会有一个嗝出来。I understand。对，就是一边的，我们就想，我们已经分配好座位，就是优雅的，是优雅的女士，就是粗暴的男士。做自己，这个呢，真的不能明白。我想知道收雅到底在想什么？什么？我房间里面就有一个厕所，里面就有一个垃圾桶，因为我们每天会换那个垃圾袋，有时候我换，有时候他换。但每当他换的时候呢，我每次去看那个垃圾桶，那个垃圾袋永远都是套一半，懂吗？你们懂什么套一半？就是垃圾会有一半是掉出去的嘛。如果你要丢的话，那你要某菜市场大阿姨，菜市场好像也会这样套。那个就是，我真的受不了。因为我赶时间啊。这东西不花时间吧？就是你套上去，掐。可是我觉得我知道了，因为我此刻没有要丢垃圾，下一个课要丢垃圾的时候，我就顺便用啊。通常啦，要丢垃圾的时候已经是蛮紧急的，就是我已经擦完屁股，然后我要丢了，怎么办？我有一半的几率会丢到外面呢。你一定要这样投了吗？你不可以用放的吗？
垃圾就是要厕所很大，没有啊，对啊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在赶什么时间啊，就是只要这样就好了。讲我要抱怨，就是像我们上一次有一个厂商，就是他们要看一下我们家里长什么样，然后他知道我们拍照的背景是什么，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在打脚本，我很忙，我在打另外一个脚本，然后我就说那简单的东西就是要贝拉去拍，然后结果我看完贝拉拍的东西的时候，我整个傻眼，我超生气，照片上直接传给厂商，他就拍我们窗帘，然后重点是下面全部都一堆狗的玩具，还有一些垃圾在地上，很随便，是不是？不行这样拍，我说这传出去不是只是给公司的摄影师看，然后我就说你去重拍，就拍第二次没多好，垃圾还没拍进去，然后我就直接说，对不起，我就直接说，我来。然后他就很默默的看着照片，把东西全部移走。重点是他说要拍白场，你知道吗？通常要拍白场，要拍个场，你至少会拍一下地板，然后就看一下空间长什么样。对，就是拍白场。对，我真的就是拍白，全白。我就知道不用拍了，不用拍了。这个你们应该可以都站在我这边吧？我想象是说，就是我可能拍这一区，然后大家可以想象，就是我这边垃圾都移开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我能理解。对，我就大概拍给你们说家里有。就这样啊，然后这边清掉之后就变得很漂亮喽。厂商可能会误会，所以你们拍的时候会有这些，对不对？大堆球球。他可能会觉得你们这是布置之类的。我赞成他。你可以讲上次你吃到什么东西？我有时候打游戏，他打游戏他都没来动脑，然后他会就是他有在吃东西的时候，他自己也会喂我吃。我很贴心。对，真的谢谢你的贴心哦。然后有什么东西？有一次我就在打游戏的时候，他就拿一个东西到我嘴边，然后我就咬一咬。那我说为什么没有味道？然后也咬不太断，然后拿出来是他的脚皮。啊！你很恶等一下，感觉很大块。等一下，对啊，脚皮到底多长啊？因为太长了吧？应该这么长一条。怎么抠出那么长的脚皮？因为我在修脚嘛，因为我会整理我的脚，然后有时候它翘起来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翘起来就弄一弄，就把它可以直接一整条拿下来，我就把它弄下来。因为满满很爱吃我的脚皮，但发现我的脚皮都洗过澡干净的脚皮。哇，放心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都洗过了，还好啊。重点是因为那一次情况是，我以为贝拉真的想吃脚皮，我以为他看到是脚皮，我没有，是因为打游戏。我先说，我先之前满满吃的很开心，我就说，你看满满都吃，满满比较爱我，贝拉就真的把脚皮拿下来咬了。重点是贝拉他自己吃过。你说他主动性的拿你的脚皮来吃？对，我只是想知道，就是到底是什么味道，为什么满满会一直吃？所以在我想知道什么味道？所以在我的世界里，我以为贝拉觉得吃这个没什么大不了。他那时候在打游戏的时候，我拿一大条，我就说你要吃，然后他打游戏他瞥了一眼，他说好啊，然后我就给他，他要开始吃，然后我就想说咬那么久。他是认真在吃，我不理他，我就继续看电视。他可能真的觉得很好吃吧，我想说，然后呢，他吃掉了吗？没有吃掉，都吃掉。他就咬一咬以后拿出来，他突然变脸，你知道他咬的时候，他还，我以为他觉得很好吃。有一次我在工作，我很认真，我忘记我在干嘛，反正我就是慢慢在推手牙。对哦。突然说他就拿手机过来给我看一张照片，然后就是拍我房间另外一个角落。然后那边摆了一盒 PS5，我是真的超感动的哦。你以为他说要送给你？对，然后我那时候是真的要哭出来，我真的已经开始泛泪了。怎么那么？我不敢往那个方向去看。然后我的语气是，你看，就是很像真的要准备送礼物。对，海哥，他的表情就是真的假的？好感动，很感动。我就很不敢往后看，可是我后来鼓起勇气往后看，空的。我看到他泛泪那一秒，我真的后悔，我彻底后悔，我不应该跟他玩这种东西，觉得自己是坏人。对，我只能说就是一个人太想要 PS5，一个只是单纯想要寻点乐，想要来一点开心的事情嘛，结果让对方更难过。这跟吃脚皮的事情差不多。差不多吗？哪里？差不多。吃脚皮跟 PS5就不一样。他懂我，我懂你。我抱怨一下，小抱怨他打呼。很大声，它是跟声音有关系。这我没有办法。真的，一次抱怨了3个声音，像那个火车的那个呼呼，而且他每次都会问我有打呼吗？为什么？他很爱问我这句话。我想要知道我这段时间有没有深层睡眠。我想知道我有没有真的休息到，睡得很是这样哦，原来哦。那他不就很可怜吗？请站我这边，谢谢。讲到睡觉，我也要讲一件事，就是康康他只要一睡着，然后他就会很喜欢一直往我那边挤。我就喜欢人家抱抱你啊。太挤了，他就是会挤到我已经没有办法翻身。我就说老婆，你快过去一点，本来这么挤，然后我说你过去一点，然后小个，然后我抓整个人
有一次我起床的时候，我问他为什么他在睡沙发旁边的沙发，他说因为你抢了我的位置。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睡着的你跟醒着的你重量是不一样的。所以睡着比较重。对，超级重，好像3倍一样。我可能需要下床站稳马步才能把你推开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还有另外一个睡觉的他的一个习惯，我觉得很奇怪。反正他就是会睡到一半就开始叫，反正就叫什么，有时候很清楚，很可怕。有时候是很清晰的一句话，哦，你也要来哦之类的。反正不知道后来是我习惯了就免疫了，还是我打呼更大声压过你的声音，反正之后就没有再听到了。有时候半夜很吵哎。对，但是有时候是你如果先睡着，我在工作，我也会听到。就有时候觉得这句话很好笑，我就会把它先这种就是记起来，用手机记起来。然后再跟我还好吗？什么？他就跟我说你刚刚讲的这句话。我刚才那个睡觉的东西要讲，他每次睡醒都一定要跟我讲他做了什么梦。我也是，真的假的？这什么没有好抱怨的啊？我在刚睡醒，其实我很就是我也是。他说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就跟这个因为我可以跟你 give me five，他会忘记，对，一不讲就会忘。就是你刚看完电影后，你有那个情绪，你在经历那个梦的状态，你还在，你不讲就会消失。过10分钟就没了。像是我会有很多很科幻的梦，或者很多曲折离奇的梦。我跟小孩就是曾经就是我还没睡醒，对，而且他还很过分，可能我睡醒之后，他就会跟我说，你刚有没有听到我讲什么？对，然后我说我会考他，听到我。我会说你有没有在认真对待我讲的话？你有没有听我说？然后可能忘记，他就会不开心，就会觉得我没有在听他讲。真的假的？不开心，我会故意转背着过去说不要。有听到什么？你觉得你现在记忆犹新的一些，就你说有创意的故事？哦，有，我记得了，我现在我还记得梦，是那个吗？是印度，他在印度嫖妓。对。跟3个女生嫖妓，就是我梦到他跟别人走类似的，然后醒来，然后就很敷衍说，没事，我在这边这样子。对啊，不然你要怎样？他是一个超级会敷衍人的人，他是敷衍大王。可是我已经超级习惯了，就是太棒了。我每次问他，我穿好不好看啊什么的，我已经抱着一个他其实就是讲个场面话的一个，想要不错。对，他就说穿得好棒哦，这种称赞。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敷衍贝拉。对，所以我已经习惯了他的敷衍。而且我觉得这样讲起来蛮好笑的事情，其实也都是情侣之间的一些生活小情趣。对，没有这些事情多无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是一个很棒的 ending。好，我们第1届的抱怨大会要结束了，耶！虽然我们抱怨对方但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，耶！好吧，那我们今天这个抱怨大会结束了。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，我又想不起来了。喜欢这个抱怨大会吗？我们下次再找 maybe 下一组情侣来听他们抱怨。好，那么今天影片到这里啦，喜欢的话按赞、分享、订阅阿卡贝啦，追踪我们的 IG， 然后加入我们的会员。很好笑。我想到了，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，来，他每次大便之前都会，这有什么好让你抱怨的？然后就很享受那个大便在肛门前的那就个卡着那个，对，这个我也不可以懂哎。真的吗？可是我有时候快要上出来的时候，我会觉得我要憋一下，不知道什么感觉，有一点。可是他动作很大，他就是哇耶这样。现在就是要享受那个 moment， 就哇呜，就是要让它累积，然后一坐到马桶就嘣这样子，那个瞬间才会舒服。然后并没有想到好多其他东西。真的假的？这个我很不知道我的形象，我们可以自己听。没有啊，你抠脚垢已经。对呀，你自己在吃脚皮，我有抠脚，我是在整理脚，我是美姿。好。我们请就这样。